欢迎回来 Rider ATH 全新实境节目。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来到了森林丛中啊，主要任务嘞就是要来寻找雷神，那边啊！Yo， 我是欢迎回来 Rider ATH， 我不是阿豪 ATH， 我是 Ranger MAN。那么今天啊，你们的阿豪哥不得空，所以就由我阿面来代班，带大家看今天的节目啦。那么首先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些青青绿绿啊，你就知道青色代表什么？代表环保是不是啊？这样子没有错。我们来到这样美的后呢，肯定又是有新车要发布了的。最近马来西亚真的是很卷啊，本地市场那个电动车出到出不完这样子的，新车发布会一直有发布会的。现在 Chery Malaysia 就在本地市场发布最新车款，同时啊，它也是首款纯电动车款，它就是 Chery Omoda E5。然后这个 E5啊，它目前的价格公布出来的时候，全场真的是有惊喜到了。这个 Chery Omoda E5 它的售价只需要146,800块。现在中国电动车内卷到降购力的咩？那个价钱，我个人认为啦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再来数据方面也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 E5 它一共有201个 horsepower， 然后340个 Nm， 它的 WLTP 续航是430 km。这个就给各位可以参考一下啦。然后啊，还有一个我看到比较特别的地方啦，官方是写说啊，这个 E5啊，它的车身有多达78%的 High Strength Steel 来进行打造，所以这个关于安全性、关于这个操控性都好，我相信呢，肯定是会有更加进步的地方的。首先，非常感谢 Chery Malaysia 的邀请啊，让 Rider ATH 团队有机会第一时间先来看看、来摸摸这个 Chery Omoda E5。就算我们团队要从 Johor 千里迢迢上来 KL 啊，也觉得是在所不惜、义不容辞、刻不容缓，绝对不能够错过的，肯定也是非常值得的。然后这个 Omoda E5啊，它也只有一个价格啊，没有错啦，因为它也只有一个 spec， 就是直接给到你满满的 full spec 了。它就不像是一些其他的电动车款一般上最少都会有2个 spec 给你选择啊，可能一个就是续航比较低，再往上的一个 spec 就是续航比较高，又或者是讲啊，再上一个 spec 啊，它的性能方面会更加好啊。这个 E5 就没有啦，它的驱动方式都是采用前轮单马达来进行驱动，然后这一个 spec 一个价格啊，其实已经足够的有竞争力了。对比其他的同级对手目前他的同级对手也已经开始降价了，所以呢，你就知道这个价格是真的很有竞争力。这样为什么这个价格会这样有竞争力呢？因为这个 E5 它也是首款在本地组装的中国品牌的电动车，在本地组装啊，你都知道的咯。在本地组装的这个电动车啊，又再免掉了一点的税务，包括国内税还有销售税。再来它的这个零件啊，也可以豁免这个进口税，种种的税务回扣加到来啊，就导致到这个 E5 的价格是真的很有吸引力。前脸方面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啊，它的整个车头跟 Omoda E5 还是很像，不过有点细节的地方我发现到有不一样的啦，就是它这个 daylight 的部分啊，可以看到呢，它的这个 daylight 哦，头端跟尾端都是跟 Omoda E5 的是一点点不一样。这样的一点点不一样呢，就导致它的成本就增加了，因为这个头灯组就等于 Omoda E5 的跟 Omoda E5 的是不一样、不通用的。Omoda E5 的全新要开模来一个全新的模组来进行设计。再来啊，还有就是它的这个 logo 部分也是跟 Omoda E5 不一样。这个 E5 呢，它前面的 logo 就是采用 Omoda 的字样，就不是 Chery 的字样啊。这边我也可以顺便跟大家讲到一点关于这个 Chery 的一点故事，还有一些他们中国车的策略啦。为什么这个 E5 是采用 Omoda 的字样啊？其实 Omoda 本身呢，在国外市场是自己独立的一个子品牌，包括 Jayco 也是一样，就等于 Chery 旗下其实是有 Omoda 还有 Jayco 等等的很多子品牌。不过来到本地市场呢，可能是一些战略的关系，又或者讲是他们可能注册版权啊，还是这些 copyright 等等的问题啦。所以最后 Omoda 就是变成 Chery 的 logo， 而这个 Omoda E5 啊，又再变回 Omoda 自己的 logo。再来车头方面也可以看到啊，这个充电口呢也是把它放在车头的部分，所以你插电的时候就不用麻烦了。那你倒退 parking 不好的，这点你就不用烦恼了咯。灯组部分当然也一样啊，它上面的这个 daylight 包括大灯也是放在下面的部分，分离式头灯啦。整体的设计啊，它这个韵味神韵都还是跟 Omoda E5 是一样的。车身侧面呢，这个差距也是跟 Omoda E5 比啦，差距也是不大。主要呢就是在这个 rim 的部分啊，就会有点不一样。因为大家都知道电动车你要续航高，要挡风啊等等这些原因加起来啦，所以电动车的 rim 我个人是都不是很喜欢啦，因为它有那种 cover 盖住，给我感觉好像以前那种旧时代铁 rim 的感觉，就没有这么好看了啊。不过实用性上面肯定是有的，这个430 km 的续航啊，肯定是多多少少有靠 rim 来帮助到的。
所以没有错，这个 E5 啦，它的整个车身侧面呢，除了 rim 以外啊，其他的都跟 Omoda 5是一样的，当然就包括这4扇门、这4扇窗。这样一来啊，就有一个好处啊，就是 Omoda 5跟 Omoda E5 的sunshade啊，都是可以共用的。讲到sunshade呢，一定要为大家介绍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品牌，就是 Elevo。它不仅是有出各式各样的 car accessories， 也有出 quality 非常高的 Elevo sunshade。像我的这一台 Toyota Vios 用住的就是这个sunshade啦，而且它是 magnetic 的，只需要把它轻松的这样放一下、吸一下，它就会直接吸附在你的车框上面。如果你的车没有钉的，或者你有粘很好的钉的，但是阻隔阳光不够厉害的话，没有关系，买一套 Elevo sunshade。很便宜罢了。开车的时候，即使是大热天，也不会很刺眼。不仅是前方有啊，后面也是有的。一整套呢是4片，如果是一些 MPV 车型的话，会有6片。当然，一些指定车款哦，连最后边这一片大镜都有推出它的sunshade。那这个sunshade的安装方式，只是把它吸上去而已，因为它的边框啊是有吸铁的，所以你只需要这样放一下，它就会吸上去，不需要安装任何的 bracket。最主要的是，它完全不影响你的 power window 操作，非常的 good job。当然 Elevo sunshade 有分2种款式，一个是普通款式，一个是 Premium 款式。像我这一个就是 Premium 金色 logo 的，它的这个透光度会比较低，因为它的这个网状结构啊会更加的密，而且 quality 非常的好，车缝线方面真的做到美美的。那其实不只是有我这一台车的 Elevo sunshade， 马来西亚各大车厂各种车型都有推出 Elevo 的 sunshade。只要在我的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还有留言置顶区，就会找到一个 link， 点击进去，你们就可以查看属于你们各自车款的 Elevo sunshade 的价钱了啦。那现在就让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啦 ，Let's go。车尾方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其实整个尾巴都跟 Omoda 5是非常相似的啦，包括它的这个车尾灯一样有沿用了这个 Omoda 5啊，非常漂亮、非常精致的车尾灯。都到电动车了，它的尾灯当然整体都是给完你 LED 啦，包括 signal 灯、这个 reverse 灯等等啦。然后 signal 灯呢也是采用 sequential 流水灯，看起来就是车头看起来的差异就会跟 Omoda 5比较大，车尾就比较小啦。除了这个尾灯是沿用以外啊，包括这整个底下的板啦，就只是那个 exhaust pipe， 你知道啦，电动车是不需要 exhaust pipe 的，所以就把它取消掉。再来呢，就是这个 logo 的部分啊，也是跟它的前脸一样，原本是 Chery 的字样，就换成了 Omoda。再来啊，车尾还有一个惊喜的地方，同样也是官方没有特别去讲的啦，就是它的这个后悬挂。它的后悬挂呢，就跟 Omoda 5是不一样的。Omoda 5就只是比较竞技的 torsion beam， 而这个 E5 啊是采用 multi-link 的设计。进入到内装呢，首先可以看到啊，这整个内装的配色啊，给你们一眼望去一下，都是蓝白色为主。不过在现场是讲啦，他们是还有一个黑色的内饰，可能是选配还是这样子，这个就还没有讲到它的细节啦。如果你有兴趣下定这个 E5 的话，可能你问一下你的 SA 会比较准，因为在现场展示的这2款啊，对了，外观的配色我好像还没有讲到啊。OK， 这个 E5 呢，比起 Omoda 5的黑白灰，这次也多了一个类似青色，有点像是薄荷绿，又或者讲是比较浅的那种 Tiffany Blue 的感觉啦。我个人就觉得啊，如果你是黑白灰，可能你配这种比较 fancy 的内饰配色是 OK 啦。如果你是选青色，然后你的内装又白色又蓝色，这样子是有点乱七八糟的感觉了啦。这种蓝白搭配的内装啊，不懂你会喜欢吗？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啦。给我个人的话呢，我还是会比较喜欢那种全黑啊，看起来比较低调一点点。如果你的车身色啊是黑白，然后配到内装这种蓝白啊，我觉得就还 OK。你的外观的配色简单了，你内装的配色就不要这么复杂啦，这个是个人的审美啊。还有包括里面我看它的内饰，它也多了很多这种木纹，再加上这种雾面的 chrome 就跟 Omoda 5的这个材质是非常的像的。不过呢，它对比起 Omoda 5的话，又进步了更多。再来因为是电动车的关系所以它这个扶手的位置也少了原本是 Omoda 5的那粒排挡杆。这个 E5 的排挡杆呢，也是像 Master 这样子的，放在这种 steering 后面的。这个阿豪他也有测试过了，车在加到一半的时候，你不小心推到它是不会直接把你放去 R 牙的啦，这个各位就不用担心啊。再来内装的这种安全配备方面，大家现在也是最注意的啦。这个 E5 呢，已经是有 ADAS Level 2.5， 这个点5是点什么呢？就是在它的这个 steering 的正前面大家看不到了，它的 steering 正前面我们驾驶者眼睛看去的这个位置就会侦测到驾驶员的这个视线可能如果你看 side mirror 看太久，还是讲你打瞌睡的时候，还是讲你的视线在电话上面的时候总之你的视线它 detect 不到你在看住马路它就会发出哔哔的声音来把你叫醒这个功能我觉得是蛮不错的。
啊，因为现在的人你懂啦，很多人会有不好的习惯，可能一边驾车一边滑电话什么啊，就会导致车祸这些。所以呢，多了这个功能啊，用比较温馨的方式提醒你啊，这样子又不会令你太反感嘛，就好像他在叫你老公这样子的感觉。来到后座啊，它的后座空间就麻麻得咯，我甚至觉得啦，它的后座空间不是一个优势啊，可能啊比起那个 Omoda Five 啊还要再挤一点，因为电动车啊，它的电池放在底部啊，所以整个地台往上抬，这个椅子就腿部支撑，我个人觉得不是很足够啦。后座的这些门板上面的材质跟前座都是一样，蓝色的皮革，然后有这种青色的缝线啊，怪怪这样的这个设计我真的是不太会欣赏啊。再来这种雾银色这种木纹，这个都很好看啦，就很有 muscle 力的感觉。这个 good job Cherry， 包括这些氛围灯啦总之你在 Omoda Five 身上看到有的东西呢，这个 E5 都把它再升级了。后座冷气出风口同样是有，不过它就多了2个空白的按键，看起来不是很美观，就会给人 cutback 的感觉啊。如果你把这2个空白的按键拿掉，可能我还没有觉得什么啦。这2个按键我猜测可能是后座的那种可能通风座椅啦。音响部分也是这一次的一个重点啊，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了。这个 E5 呢就和 Tigo X Pro 一样搭载了 Sony 的音响虽然我个人是对音响没有什么要求，我也不是很会听啦，不过 Sony 名牌肯定好就对了的，没有错的。因为是现场发布会的关系啊，所以就很多媒体，所以呢可能拍到有点混乱啦，这个就请各位多多包涵，可能收音也是会有点吵啦。这样子看完这个 Omoda E5 啊，你觉得这个产品怎么样？我个人是觉得这个价位这方面呢，就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惊喜了。它对比网络上面传的160千差很多嘞，大佬。然后阿豪也有把 E5 已经开上路，架了一小段了啊，各位有兴趣的就可以点我的右上角看看那个影片啊。今天就还没有机会试驾，不过如果之后有机会呢，我们也会跟 Cherry Malaysia 借这个 E5 真正的深度的来体验要不要架好把它拿下10磅路呢？你觉得我这部影片主持的表现怎么样啊？也可以留言跟我老板讲一下的。今晚晚餐有没有加鸡腿就靠你们了。喜欢这期影片记得要订阅、按赞、分享出去，小铃铛要看它度下去。我是阿妹，我们下部影片见，Goodbye。